深夜突发利好，传12家银行800亿救万科，可能性有多大呢？你觉得万科该不该救？错过了算利还有存利，另一个风口也要做好准备，随时会给你带来惊喜。大家好，我是行长，目前是周二的晚间，给大家录制一下周三的早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消息。我们都知道万科一直是地产的优等生如果万科出事的话，对整个地产行业肯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要知道，房地产是我国第一大支柱行业，关联了大概有60多个相关的产业，几千万的人的就业。那么至于这800亿的筹资，目前来看，银行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呢，我认为它会迫于压力，到最终呢，会给它提供一定的融资解决短期的这个危机。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穆迪又将万科的债券下调了评级实际上呢，万科遭遇偿债的危机，早在去年10月下旬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有几只的境外的美元债，特别是24年到期的，有2只债券收益率狂飙到了48%和53%。然而债务展期之后还是没能解决问题，所以呢，到了3月4号的时候，又遭遇到了股债双杀。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今年6月7号到期的海外公司债，这个到期的收益率也已经飙升到恐怖的40%了。可以看出，万科呢，它真的是有问题的，不然人家不会给你下调评级。现在呢，万科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地产都不行了。你看看它作为地产的标兵，它这几年的销售金额又能咋样呢？我们从2020年到2023年，它的销售金额就能看出来了2020年的时候，当时的销售金额还有7000多亿，可是呢，到了2023年只有3761亿了，销售额都快腰斩了，就说明房地产这个行业加速跳水。现在能够救地产的，我认为呢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赶紧的全面取消限购，即便取消了，也不能马上就能解决问题。你看广州这边不就能看出来了。第二呢，就是要尽快的大幅降息。第三，就是银行呢要起一个标兵的作用，必须要把这个开发商的库存给它收购一下。那么最能解决问题的，还是干脆把股市给我干到4000点、5000点，这样大家在股市里面都赚的钱，那么买个房子改善生活，不就是有可能了吗？总之，我觉得还是第4条最好。那么现在呢，只不过呢，未来的房地产销售只会越来越差。现在呢，所有的动作都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把危机给延后。所以你即便考虑地产的话，我看还不如去考虑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汽车这边的，对吧？所以当下对于看好的，我还是会在我的直播和飞行箱当中点出来。盘中呢，直播我会直接选要来就直接当场，别事后马后炮。比如我今天选的全峰汽车，在不到2个点的时候挑的但是到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今天呢就直接分板了。还有存储芯片呢，你想骁龙新创上周1点的吧，截止到目前也达到我的目标了，最大幅度也差不多有24厘米左右。我呢是特别重视买点的，你比如说我昨天让三超新材让你在31位置减仓，你非要挂32，对不对？那你就跑不了。你可以不相信我的票，但是呢，一定得相信我的点位。我的买点绝对是全网应该是最好的了基本上不会给你找当天超过3个点的，这些呢都是老股民最喜欢的，知道吧？那么至于直播飞行箱到哪里找呢？你可以通过过年发红包的软件去搜一下行长投研这4个大字，进入之后呢，再找到里边的飞行箱就可以找到直播了都基本上都是免费公开的。那么再看第2个消息就是告诉你一个风口，就是数据要素也就是说错过了前期的算力，数据要素近期呢你也要留意尤其是公共数据要素是全面推进的元年，再加上近期数据局已经对全国的数据自云进行了调查摸底，那么在重磅会议之后推进的政策出台就显得非常的大了。要明白他们的逻辑关系
数字呢其实就是食材，算力就是火，算法呢就是做法。算力的大小就代表了数据处理的能力的强弱。假如只有算法，那么就像厨师知道怎么做菜，但是呢只缺少了火。但是你没有数据的话，相当于连食材你都没有，要你厨师有何用呢？所以对于人工智能发展来说，数据算法等软实力和基础设施等硬科技都很重要。此外呢，我们都知道数据要素的产业的想象空间特别的大。有数据显示，全国企业数据要素支出的规模大概呢是达到了3.3万亿。如果考虑数据资产的评估、质押、融资等衍生市场的话，整体的规模甚至能超过30万亿。特别是公众的数据体量更大，稳定性更好，所属权更是属于国家，也更容易实现产业化。所以当下对于这个数据要素软件的这一块大家呢也要重视起来了前面硬件的算力炒高了，那么你就可以关注这一块。好，解读完消息，我们再分析一下大盘。可以看到今天大盘终于是跌了，早盘最高的时候是冲到了3075再创反弹的新高，说明这个一浪呢还在延续。但是呢，这一波的涨幅从2635点到目前来算的话，差不多呢有440个点了。这个一浪涨得越多，那么二浪调整之后的三浪主升浪空间也就越大。那么从技术指标，我们看到今天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序列高9。前面一次出现是在2月26号，当时呢还没有大周期的背离配合9，而这次呢同时有60分钟和120分钟的这种顶背离，所以这次的高点的级别呢要比前一次要高出很多。所以明天我们重点就要观察这个周三如果不放量跌破5和10天线的话，那么短线呢还能缓慢的走高，再往这个年线去逼这个序列高9我们都知道可以管到周三的收盘，到周四如果再创新高的话，那么这个序列高9就可以失效了。我们呢也要注意，上次出现序列高9的时候，那么后面2天，第2天次日的时候当时还出现一个天量的长阴矩阵，只不过呢即便出现明显的说过了，还是属于上涨途中的调整，后市震荡向上的大方向是不变的。至于大盘会踩到哪里，我们呢后面一个要观察半年线还有20天线的这个劲。那么完美的回踩点呢，当然还是要测试这个趋势还有这个60天线往往呢不会给你这样一个机会。总之呢，我们接下来就关注一个，就是这个 MACD 的是否会出现死叉，同时呢你还要观察这个10日均线的支撑，这2个点一破的话，那么二浪大概就要打出来了所以要注意一下。此外呢，今天还有个创业板延续了昨天大阳的上涨惯性，已经呢是站上了1900点，已经进入到了1900还有1956的这个压力区域，所以呢这里也要防止短线出现反复。目前呢你只要盯着令芒就可以了令芒的高度将决定了创业板的高度。那么炒作的个股还有板块你尽量还是要避高趋低特别是这2天板块轮动开始加快了，低位滞胀的像新能源、大消费、地产、医药先后走出了反弹，而之前领涨的这种高股息科技这些呢出现了调整，所以不能被这种高股息的光环给骗了。总体我们大原则上面依旧呢是中线看涨，不破趋势仍然可以保持半仓以上。拿高位被套的低位滞涨品种呢，你还是要耐心持有一下，毕竟呢3浪都没出现。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讲到这里。以上呢就是我们周三的早评节目。如果大家觉得行长说的有道理，记得点赞加关注，谢谢大家。